当林不疑舍身救程少商时，那句生死不离的告白，终究还是打动了程少商的心弦。但劫后余生的两人没来得及加温感情，宣后病危的消息却突然传来。当两人赶到的时候，宣后已经虚弱不堪。待交代完后事，便让儿女们都上前一一嘱托。轮到程少商与林不疑时，宣后衷心的希望两人能在一起，但是又让两人跟随自己的内心，做出不会让自己后悔的决定。程少商最终做出了决定，他拒绝了袁慎的求亲，也没有答应和林不疑和好，踏上了宣后遗愿的路程，把宣后的一缕头发带回故乡。林不疑和袁慎两人谁都没得手，决定先放下儿女情长，先完成文帝交代的任务渡田令。此时程少商却遇到了楼离，楼离邀请程少商去看他哥哥楼瑶，实则他认为是程少商害得他家破人亡，楼离要趁机刺死程少商。不得不说，程少商太惨了，遇到谁都要刀了自己。幸亏有何昭君的帮忙，程少商两人躲进密室，却看到袁慎被囚禁于此，楼离在外面反而被王延基所杀。最后楼离也知道了他爸妈都是这位嫂子杀的，算是死不瞑目了。这边林不疑也是万万没想到，自己路遇杀手，打着打着就掉到了老婆身边。王延基看菜都齐了，就要和他们同归于尽。幸好启飞兄弟赶到，林不疑赶紧安排众人逃离，却因为孕妇和伤员耗时过长。等程少商上去时，林不疑已经无路可逃。程少商眼睁睁看着地库爆炸，这一刻他再也忍不住哭了起来。林不疑这时却从前门走出来了，两人相拥在一起，这一幕连看30遍都不过瘾。那么王延基为两人和好算是做了贡献。最后病重的袁慎看着宜商夫妇还有楼瑶和何昭君一起秀恩爱。其实月升沧海大结局小二是不喜欢的，真想给编剧寄刀片。星汉灿烂，吴磊与赵露思在剧中 CP 感堪称一绝，男二和配角们也纷纷出圈。第二部月升沧海里，林不疑挨板子，程少商逢鸡翅铠甲等桥段都甜度爆表。而眼下该剧迎来大结局，林不疑与程少商的故事告一段落，每个人的命运走向也终于揭晓，却没能符合观众的预期，不少观众都觉得结局烂尾。那么这部剧到底怎么了？首先是改编太离谱，名场面全无。自从该剧播出以后，观众这颗姨母心就被林不疑和程少商的感情所牵动。临近结局，两人感情线终于到最虐心的桥段。为了复仇，林不疑离开程少商5年，剧情如同小猫抓心般吊足观众胃口，也赚足观众眼泪。有人觉得林不疑背负着血海深仇，谁也没有理由让他放弃仇恨，也有人认为程少商才是最无辜的人，亲人总是以爱的名义去抛弃他。看着两人说什么缘分已尽，我只想大喊一声都是我的错。好不容易等到最关键的转折点，林不疑5年后回到都城，开始追妻火葬场的桥段，没想到原著里的高光名场面却被改编，书粉心碎了一地。就比如之前剧情已经埋下伏笔，两人势必为盟。原著中，回到都城的林不疑看到程少商牙龈淡了，再次给他加深，跪在宫宴侧殿求原谅。他一步一步地用疯狂偏执的爱赢回他的心，而不是像剧中那样，程少商轻飘飘就把5年的伤痛释怀了，没有感受到两人经历的离别之苦和浓烈的爱恨。还有袁慎这条故事线，简直改变得面目全非。原著中，他在程少商最失落的时候，叩响长秋宫的大门，顶着被蔡家打得鼻青脸肿的伤，对程少商说要退婚娶她。小说里的袁慎让人心疼，可剧里却戏份很少，5年的陪伴没有太多笔墨刻画，甚至也没有和女主定亲。最后几集他完全就是课堂的工具人罢了。还有王延基对林不疑的那一句话，你是怎么对程少商的我都查得清清楚楚，人前情比尖尖，人后海誓山盟，就在你们婚前3日闯下滔天大祸，弃他于不顾。你报仇雪恨自己是痛快，可有想过留在都城的程少商日子有多难过？光是看文字就已经心如刀割了，字字戳中林不疑的要害，也说出不少观众的心声。可惜剧中把这段经典台词全部删去，结局里王延基在密室里的每一句质问都显得太平淡了，缺少那种既疯魔又清醒的感觉，角色张力明显不到位。这个城府最深的反派形象没立住，实在是太可惜了，逻辑不在线，结局悲情又遗憾。不难看出后期剧情荒唐的过分，林不疑全程金手指，一个人跑到敌人的大本营，
谢鹏坤后被团团围住，这时的他不想着怎么跑路，而是把人质放走，接着又凭一己之力破坏城门机关，放黑甲卫入城。要是这么容易，早干嘛去了？而且就在凌不疑孤身奋战的时候，刚刚还在城墙上的弓箭手却仿佛眼瞎了一样，竟然没有攻击。主角就是光环强大。不仅如此，凌不疑在杀掉林毅后身受重伤，已经强撑着一口气的状态。可他后续坠下悬崖，周围能明显看到积雪，在冰冷的岩石上躺了2天，还不吃不喝，居然没什么大事儿。治好伤后，还能到大殿上讲述自己的前尘往事。果然是铁血硬汉，太抗造了。女主程少商就更狠了，拯救了整个国家，合着这个国没男女主分分钟被消灭。皇上和其他大臣、将军都是来打酱油助威的，而且别看结局看似还挺圆满，凌不疑和程少商有情人终成眷属，程家众人也平平安安，可还是会感受到那种悲情和遗憾。宣皇后对程少商就如同亲生母亲一样关心照料，可她的一生都不由己。嫁给了心里只有岳飞的皇上，生下的太子儿子不堪重用，任人唯亲。五公主骄横无脑，最后宣皇后自请废除皇后之位，在长秋宫早早病逝，都没来得及看到程少商出嫁。好人有好报这句话完全没有在他身上体现，看得观众心里堵了一口气，上不来下不去，太憋屈了。另外，程少商和母亲萧元一在结局也成功和解，只是萧元一的这声道歉来得太迟了。程少商自幼没得到父母照顾，好不容易把他们盼了回来，母亲却整日看不惯这儿看不惯那，不光偏心程央阿姐，而且还当众斥责程少商无才无德，似乎萧元一从来就没尊重过这个女儿，就算背地里再怎么关心，她带给程少商心灵的伤害是永远也无法抹去的。而在程少商决定长处长秋宫后，萧元一终于后悔了，他追到宫门口，向程少商大声喊着：“娘娘，阿母错了。”可那个天真无邪的程少商再也回不来了。现在的他知书达理，端庄大方，活成了母亲想要的样子，却很少开怀大笑。程少商选择原谅，也只是因为他想向前看，受过的伤始终在。原以为这是一个喜剧，没想到还是一个悲剧。总而言之，看完《月升沧海》结局，我只想说啊，对不起，我弃剧了，剧情太荒唐，太离谱。原著名场面被删得七七八八，经典台词也都改了，结局好像是在赶时间，匆忙交代一切，有种虎头蛇尾的即视感。另外，结局也有很多意难平，宣皇后下线，男二元胜爱而不得，程少商和萧元一就这么和解。编剧可真有你的！眼下该结局花18块超前点映就能看，鹅厂恐怕又赚翻了。只是不知道你觉得这个份子钱随的值吗？